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啊。金大侠，请说。在下能否检查一下晴空大师的遗体呀？这么做恐怕不太妥当吧？晴空大师已死，难道我们还要让大师死后赤身裸体的面对我们吗？此事关系重大。如果少林同意，在下也许能从中看出些端倪。肉身不过是个臭皮囊，师兄不会在意的，只要能查出凶手。没错，我觉得大师身上中的所谓无极剑法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我相信一定能查清楚。侯爷说的极是啊。虽然从方向手法上都是一剑贯长虹，可是有一点却是不大对头啊。还请金大侠明说。这武当的无极剑法是用来练气的，一旦用于对决，主要是靠剑气伤人呐。这套剑法，如果普通人用来，那是平平无奇呀。可是，一旦要是高手运用，却是威力无比呀。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高手的内功要高很多呀。一剑贯长虹是无极剑法中最凶狠的杀招，高手以内功驱动剑招，这威力如同排山倒海。如果晴空大师中箭，这剑尖儿从咽喉进入，将直接从整个颈部贯穿。可是这一剑，却只是在咽喉上划了个口子，虽然足以致命，可是力道却小了很多呀。这么小的力道，说明此人的内功平庸啊。可是一个武功平庸的人，怎么可能与晴空大师动手？更不可能还杀了晴空大师啊！所以这是自相矛盾。也许晴空大师当时一时失神，遭人暗算。不会，两大高手过招，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失手的。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大师当时的身体位置，更不知道大师当时用的是什么招数啊。王大侠说的也有道理。不对，正面中箭，自然是面对对手啊。说不定大师当时正在急退，所以才会中箭。不可能的。以晴空大师来说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对方运用的是无极剑法，更不可能不知道这高手使用一剑贯长虹的剑气要长达数丈啊。晴空大师是在山谷中与人对决，怎么可能会退出这么远？更不可能不知道向两边躲闪呐。哎呀，别在这儿瞎猜了。比武的时候有无数的意外情况发生，除非你当时亲眼所见，否则你永远也搞不明白当时的情况。所以，在下需要检查一下晴空大师的遗体呀。金兄，发现什么了？晴空大师的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。师兄到底是怎么死的？那大师就不是死在无极剑法之下。如果真是像我想象的那样，武林中从此以后就会永无宁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我曾经听我师父说过，在很久以前，江湖上曾有一种很奇怪的武功，叫七煞琴音。七煞琴音，会这种武功的人，是一个行为十分怪异的老者，名叫不老神仙。无数的豪杰都想铲除这个祸患，不过没有一个人打赢过他，而且全部都丧了性命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人就消失了，七煞琴音也就从此失传了。那都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原来这背后还真有人搞鬼啊！可是到底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一定是白水宫那个妖怪。白水宫？你刚才说那个不老神仙就是邪派的大魔头。我们今天的五行魔教，也就是所谓的白水圣母，他的武功十分怪异，就仗着这种武功，把邪派和魔教重新的整合在一起，来对抗我们中原武林。五行魔教，我少林绝不容你！你是什么人？老衲少林擎天。原来是你！我听说你在武林大会上伤了武当的顽石道人。老衲一时冲动，和道长动手，实在是追悔莫及。今日前来，正是要将功补过的。什么意思？老衲今日是来要你的命的。顽石不该死，该死的是你！什么乱七八糟、莫名其妙的东西！老衲今日倒是要看看，是你的七煞琴音厉害，还是我的狮子吼更强？什么七煞琴音？大大，我要他的剑。哼，来的正好，反正我也没耐性再等你3天了。呀！还不用绝招！住手！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怎么，黄河大侠也想争当武林盟主吗？铲除魔教，武林中人责无旁贷。王某今天就是要争做这个武林盟主，号召天下的武林侠士，彻底剿灭你们。那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你有没有福气当这个武林盟主就不一定了。
不过我倒是乐意，你这个蠢材做这个武林盟主。休得放肆！黄河大侠可否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如果你真的当了盟主，我希望能和你打一仗，决出胜负之后，全天下武林都要听命新盟主，不可再有什么不满和挑衅。你好像能做武林盟主一样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战定江山。诸位武林同道，武林盟主的推选，本来是我们中原武林的大事，五行魔教却来争夺盟主之位，难道我们能够拱手把盟主让给魔教吗？绝不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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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我们是想通过比武来选举。可是魔教从中作梗，先是挑起武当和少林的误会，致使顽石道长身受重伤。今天，擎天大师又被蓬莱人所害，他们现在已经围了白云观，要对我中原武林下毒手。我们的平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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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们是要跟他决战，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一盘散沙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慢慢选举武林盟主了，我们更不能像以往那样一个个上擂台来较量。往年总会有不少高手受伤或丧命，我们需要每一份力量来对抗魔教。所以今天王某不才自荐出任武林盟主。如果有谁不服的话，可以上来挑战。武林盟主应该通过比武来选，怎么能自封呢？他算什么？凭什么他当武林盟主？这还没比呢。非常时期，他也是迫不得已。王某也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选出盟主来对抗魔教，不知大家意下如何？我反对。奉天，要不是我和擎天比武，怎么轮得上你做武林盟主？做武林盟主，虽然不必出自名门，但至少不能跟邪教扯上瓜葛。这位王大侠的母亲，不但身为邪教中人，而且他的女儿还和那个呼延大藏有着扯不清的关系。没错，在下的母亲是魔教中人，我的女儿也因为一时糊涂，与魔教扯上了关系。珠儿，珠儿怎么会在这儿？为什么还被绑起来？珠儿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的亲骨肉，听我句劝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真没有想到是你啊！你亲手杀死了奶奶，我恨你，我恨你啊！我今天要正告大家，我王颠为了武林正义，已经把我的母亲王大娘杀了。他带人暗闯白云观，杀了许多武当道士。为了武林正义，为了天下人的正义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古人尚可大义灭亲，难道我王颠还不如古人吗？今天就把我的女儿交给全天下的人，让大家看着发落吧。好。
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魔教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们设在外面的暗哨都被我拿下了。不过你们不用紧张，我不会对你们轻举妄动。在场的所有武林豪杰，没有一个怕死的。你既然来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走。你们武林不是最讲规矩的吗？怎么，今天怎么就这么没规矩啊？我要是对你们动手，何必我自己亲自来呢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就是来看看，今天到底谁能当这个武林盟主。我看你王颠有没有这个能耐。现在我可以恭喜你，接下来我可要跟你动手了。也许这个盟主的位置，恐怕要换我做。别做梦，这里没有你什么事。你休想做武林盟主。对，休想做武林盟主。要想当领袖，靠的是实力，光乱喊乱叫有什么用？怎么样，你们谁敢上来比试啊？王颠，你这一仗是敢打还是不敢打？怎么，害怕了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可是有约定的。我和你比武，为了珠儿。痴人说梦。如果我赢了，赤霄宝剑和珠儿，你都交给我。你好像很有把握一样。我告诉你，赤霄宝剑你休想拿走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绝不允许我的女儿和你在一起。今天的白云观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如果你杀了大藏，我也不会活下去了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没有人阻止你们了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绝不允许你和他在一起。慢着！我跟你比试。
方宝玉，想不到你终于练成了一身好武功。王爹，大藏是向你挑战，是为了夺得武林盟主的赤霄宝剑。可这个人有什么资格向大藏挑战呢？难道说打败了他，就等于打败了你，就能得到武林盟主和赤霄宝剑吗？这个蓬莱人杀了我们无数豪杰，这样的魔头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如果是比杀人，那好办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围山城的火魔神兄弟就会把这儿烧成灰烬。盟主，希望您能同意我和大藏比武。好，今天本盟主特准方宝玉与呼延大藏比武。王爹，这就算完了吗？这未免太荒唐了吧！我可以告诉你，呼延大藏是我的义子，他有权代表我出战。如果他输了，我会马上离开白云观，从此不再涉足中原武林。可这个人和你非亲非故，他凭什么？如果他赢了也就罢了，如果他输了，那你是不是再弄出个李宝玉、张宝玉来？难道我们就一直打下去？是不是要把在座所有的人都杀光，这才算完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还真不如我现在一声命令，让这所有的人全部死掉。方宝玉乃清平剑客白三空之后，出身名门，与我们王家也是渊源极深。今天，我就将小女许配给方宝玉，诸位英雄做个见证。你收了个蓬莱人做义子，有什么资格做武林盟主？宝玉，你愿意吗？只要杀了呼延大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方宝玉，奔月，王爹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选定后天比武。奉陪到底。你为什么不当武林盟主？你为什么不肯出面？如果你肯出面，天下就不会这么乱，武林盟主也轮不到王爹来做，宝玉也用不着替他去跟呼延大藏比武，他也用不着把珠儿许配给宝玉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奔月，你冷静一点儿。我能冷静吗？宝玉都要娶别人做老婆了，我怎么冷静？我知道你很不开心，我也很失望，我对这个江湖非常的失望。说什么武林豪杰，晴天和顽石身为少林和武当的掌门人，为了一时之气，竟然大打出手，结果令两个门派两败俱伤。那又何必呢？为什么他们那么鲁莽？因为江湖之事实在太难预料了，在江湖里面的感情一样是很难预料。奔月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可以回到船上去住，过我们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好吗？你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。那你为什么不阻止王爹把珠儿嫁给宝玉？这个你总能做到吧？是不是我不再叫你爹了，你就不管我的事了？奔月，你不能够这样说话，侯爷他是有难处的。你把我当不当你爹并不重要，我永远都把你当我女儿。
我不想让你受伤害。听我的话，回去吧。不，我要跟宝玉在一起，死也要跟他在一起。奔月，我们心里也很难受，谁也没有想到，王天为了不让呼延大藏跟珠儿在一起，会做出这样的安排。依我看呢，方宝玉那个小子就不是个东西，他自己怎么就不拒绝呀？这种事情别人插得上嘴吗？夏蝉，行了。方宝玉是他外公白三空养大的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什么条件都会答应。我不想因为你们的鲁莽，害了你们一生。因为我是你爹，我不想我的女儿因为这个而受伤害。听我话，跟我回去。那说明宝玉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奔月。夏蝉，你少说两句就不行吗？本来就是嘛。奔月，你别着急，宝玉是不会跟珠儿在一起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不行，我要去问宝玉，听他亲口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两位道兄，我想见一下珠儿。对不起，方公子，除了顽石道长和王颠王大侠之外，这个房间谁也不能进。还请二位让开，否则莫怪在下无礼。掌门的吩咐岂可违背？方公子请回吧。让他进去。你们退下吧。胡师兄，这有什么事情我负责。是。宝玉，求你不要杀大藏。珠儿，来，坐下说。你真的喜欢那个呼延大藏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他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。你不明白？不，珠儿，你不应该喜欢他。呼延大藏是个蓬莱人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真不明白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当初他杀了我外公，你不是还鼓励我，让我学好武功，为我外公报仇吗？他不是杀人魔王，你不能这样说他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我告诉你。当初我身中剧毒的时候，是他舍命相救；我无依无靠的时候，是他在身边照顾我。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骗我、害我，包括我爹，就只有他，他绝不会抛弃我的。珠儿，你醒一醒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呼延大藏是整个中原武林正道的敌人，你为什么要喜欢他？他杀了我外公，杀了齐鲁四杰，杀了赤松道长，他满手都是中原武林正道的鲜血。你跟着他，只能到处流亡，到处被人追杀。宝玉，糊涂的是你啊！你怎么就看不出我爹是在利用你呢？他为了争夺武林盟主，连自己的亲娘都能杀害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杀了呼延大藏。你跟着他不会有幸福的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这样错下去。珠儿，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才跟他在一起的，我真后悔，当初没能早点把你救回来。我心里一直都在惦记着你。我记得上次在白云观，我虽然跟紫衣侯在一起，但是我一直都在想着你。可惜，
我当时武功不及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多恨我自己吗？方宝玉，你杀呼延大藏，到底是为了你外公，还是为了他？在白云馆的时候，你心里始终想的是他，是吗？好，你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。原来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过我。珠儿，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才跟他在一起的，我真后悔，当初没能早点把你救回来。我心里一直都在惦记着你。一时冲动，难为了少侠。要你去出战呼延大藏，当时我武功不及，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时，眼看着他杀了我外公，残害中原武林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杀了他。今天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绝不会放过他的。宝玉啊，虽然你已经练成了旷世神功，但是像呼延大藏这样的高手，你还没有遇到过，更不要说临战经验了，还是要小心呐。今天我们来找你，就想考考你的武功。多谢各位前辈的鼎力相助。你要小心迎战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宝玉呀，今天我就用大藏的功夫来考考你。金兄果然是天下第一剑客，虽然他不曾和蓬莱人交过手，却可以模仿蓬莱人使出的剑招，分寸也拿得挺准确。宝玉的功夫更是惊人。这孩子因为从小外公不准习武，从来就没有好好练过一点功夫。哎，现在居然能和天下第一高手对决，不可思议呀！宝玉啊，你这样是绝对赢不了对方的。你现在手上只有这套君子剑法，在剑招上是绝对赢不了那呼延大藏的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完全用戒日神功来护体，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自保，却完全不能攻击对手。只有将戒日神功和君子剑糅合在一起，才能利用你内功的优势，来击败对手啊！我知道。啊，蓬莱人用的绝招叫做厌反，你可要小心呐！
如果破解了厌反，就可以打败大藏。你要记住啊，一定将戒日神功和君子剑融汇到一起，才能够取胜啊！宝玉知道。有了宝玉的神功，就一定能让呼延大藏束手就擒。王大侠，有件事情，希望你一定答应我。啊，走，我们到里面去说。走。出战呼延大藏，我义不容辞。不过，我绝对不能娶珠儿为妻。少侠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奔月，可是我在天下人面前已经把珠儿许配给了你，现在要收回，恐怕让天下人笑话。哎，其实呢，你应该考虑清楚，再将珠儿嫁给宝玉的。既然现在宝玉都不赞成了，不如就这样算了吧。哎，就算是父母之命，那宝玉的父母也还没有答应吗？宝玉最亲的人就是白三空了，在下和清平剑客那是几十年的交情，我想宝玉的婚事，我就做主了。我说王大侠呀，我们3个人里面，你是最没有资格做主的。这当年白三空临死的时候，曾经亲自修书一封啊，将方宝玉托付给紫衣侯。就凭这封信，紫衣侯就是方宝玉的父亲。在下将戒日神功传给了宝玉，啊，那好歹我也算是他的师傅吧。你又算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天地君亲师，你是一个都不占，凭什么说嫁就嫁呀？要是让我说出来，你们3个得先发个誓，这个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我们听着呢，你尽管说吧。在下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宝玉能够有把握战胜呼延大藏。我不明白。这个蓬莱人现在最在意的就是我那个宝贝女儿了。如果让宝玉和珠儿成亲，那个蓬莱人一定心智大乱。到了那天，宝玉你和他比武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珠儿，你们说呼延大藏他还怎么打？这招攻心为上确实是厉害。不要说宝玉已经将神功练成，就是没有练成，也有很大的机会在比武中占得上风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绝对不能娶珠儿为妻。所以，你们几个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，否则的话，那就是前功尽弃了。至于婚礼嘛，还是要举行。宝玉，我答应你和奔月成亲，真的。不过，对外要称是和珠儿成亲。这招瞒天过海，如果要是成功了，呼延大藏他是必死无疑呀！我已经见识过方宝玉的武功，绝非一般的武林高手可比，甚至在紫衣侯、金祖阳等人之上。我担心这场比武啊。上次在白云观，他根本没什么武功，这次相遇完全不一样。难道他学了什么巫术？可能是因为他天赋秉异吧。小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他的骨骼和体质，天生就是练武的料。而且他又聪明异常，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后来又有了这段奇缘，所以可能才有了现在这样的身手。你为什么那么了解他呢？哦，我之前曾经跟他交过手。那结果呢？你要想取胜，蛮拼是不行的，更别指望想在招式上取胜。
如果想在招式上取胜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做？你的绝招就是厌烦。你上一次利用厌烦打败了赤松等人，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招。你突然发技，他们措手不及，所以你才有了这样的机会。你的绝招就是厌烦。你上一次利用厌烦打败了赤松等人，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招。你突然发技，他们措手不及，所以你才有了这样的机会。师父曾经跟我说过，厌烦这绝招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使用。可是现在这个招式的突然性没有了，而你的内力，也不是方宝玉的对手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方宝玉的武功刚刚练成不久，临敌经验不足是他最大的弱点。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利用自己的经验丰富，随机应变，争取主动，这样你才有机会。你有取胜的把握吗？我会尽力而为。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念才行。尽力而为是弱者的借口。不用担心，我的厌烦没有人可以破解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今天金祖阳用你的厌烦攻击了方宝玉，结果被他化解了。如果是天意，我死而无憾。虽然只是师父的一个遗愿，做弟子的再难也要去完成。为了你师父的一句话，你千里迢迢来到中原挑战武林，可想而知，你和你师父的感情很深吧？师父在这个世上，是我唯一的亲人。那你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蓬莱天界一流公孙良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衣服都是他缝的。你难道对你的身世不好奇吗？你不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吗？我问过师父，他说我爹是他的一位好朋友，两个人都很喜欢剑。我父亲临终的时候，在中原把我托付给我师父。你说，你父亲也是一位剑客？是的。那你母亲呢？没有人见过他。师父说，认识我爹的时候，我母亲已经不在了。这个是我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能让我看看吗？嗯。虽然爹不在了，但是他还在，就像我爹在我身边一样。你师父说这个真是你父亲的？师父说的。你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吗？燕珠，让你受苦了。没有，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什么都给不到你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让你衣食无忧。
飞腾，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些。我知道，可为了我们孩子，我也必须这么做。孩子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爹什么都给不到你。飞腾，这是你当年给我的信物，不如就把它送给我们的孩子吧。这合适吗？这有什么呢？只要你能永远待在我们母子身边。你父亲的遗物，你好好收起来。生母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你是不是认识他们两个？你师父常到中原找寻名剑。是啊。他说过，传说中有9大名剑，他已经得到2把，但在他死之前，还念念不忘要找到其他几把，所以我来到中原。那你知道那2把名剑的名字吗？干将、莫邪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自己是中原人？虽然我会说汉话，但我绝对不是中原人。我是蓬莱人，那里才是我的故乡。如果你是中原人呢？我是天界派唯一的传人，所以我绝对不是中原人，我更不愿意做中原人。我始终就没变过。你确实机警过人，可是你要是把脑筋动到我的身上，我可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在下万万不敢呐！不敢？哼！我看你正想这么做呢。在下真的没这个胆子。那我问你，方宝玉和大藏比武之事怎么解释？哎，宝玉现在的武功，那都在我之上了，连醉鬼金祖阳和侯峰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和大藏比武，那大藏肯定是必败无疑啊！宝玉是我从小带大的，我从不教他一招半式，就是希望他用心读书，永远不要介入武林的恩怨。当初之所以要把他托付给紫衣侯，就是因为此人总是逍遥海上，离中原
很远很远。谁知道啊？你不用为他担心。宝玉这孩子是受了点苦，可是他练就了世上罕有的神功，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？练成神功，就可以做你的棋子来杀大藏吗？这有什么好？宝玉毕竟是白家的骨肉，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你放心吧，宝玉和大藏比武，宝玉一定能胜。我利用我那宝贝女儿，让大藏心神不宁，到时候那大藏就一定会败在宝玉剑下了。如果那个大藏死了，白水圣母会答应吗？他肯定会来找宝玉寻仇的。太有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让大藏死在宝玉手上啊？这是滇南蛮人用的圣物，迷心蛊。迷心蛊，它有什么用？这东西可以侵入血液，使人中毒产生幻觉。施蛊的人就是利用这种幻觉来控制对方，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宝玉的任务就是打败大藏，这最后一击还得靠他。珠儿，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。宝玉，宝玉，不是说你不喜欢珠儿的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宝玉。我就将小女许配给宝玉，诸位英雄做个见证。只要杀了呼延大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不要我了，你不要我了，你不要我了。我成全你们，成全你们。
奔月，奔月，你醒了啊！奔月，你终于醒了。宝玉呀，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说呀！险些就要出大乱子啦！哦，奔月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和珠儿在一起的。我今天晚上就娶你。你相信我。其实，让宝玉与珠儿成亲这件事情，是盟主的计谋，做给别人看的。奔月姑娘，都怪老夫鲁莽。我与邪教势不两立，也不想让赤霄宝剑落入蓬莱人的手中。我的本意是想以此打乱呼延大藏的方寸，没想到奔月姑娘性情如此刚烈，用情如此专一啊，竟然以死来殉情。险些让老夫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呀！我决定，今天晚上就让奔月和方公子成婚，如何？我们先出去吧。疼吗？这一次真是多谢盟主的好意，可以成全这对新人。那这婚礼还办是不办呢？当然要办，我会派人去安排的。不过，盟主，有话就直说吧。婚礼是要办的，但是我会对外宣称，今儿晚上是给珠儿和宝玉成婚。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打乱那个蓬莱人的心绪。另外，我在众人面前已经把珠儿许配给了方公子，总要有个交代吧。还希望二位一定要为此事保密。我明白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保密的。只要是有酒喝啊，我肯定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不过我担心珠儿会有什么不妥。这个不用担心，我女儿那边的事，我自有办法解决。我专门给你熬的参汤，喝点吧。这白云观什么都没有，等我忙完了，马上就带你回家。到时候，爹给你做好多好吃的，好好给你调养调养身体。哎，爹真是心疼你啊。喝点吧，把汤碗给我。好。
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娘，我没有你这样的爹呀！爹的苦衷，你不会理解。你出去，你快出去啊！有什么事就说一声吧。你好好歇着，外边有人伺候着。飞腾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到底应该怎么办？你去世以后，我疯了一样的去找我们的孩子，整整半年，我找遍了你可能到过的所有地方，我以为他死了。我恨我没有能力去保护我们的孩子，可是我没有想到。他居然还活着，飞腾，飞腾，飞腾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们的孩子他还活着。可是明天他们就要方宝玉和他决斗。他们要刺激大藏，他们将大藏喜欢的人许配给了方宝玉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宝玉他也是我的孩子，他也是我的骨肉，他是大藏的亲兄弟。我好难，我不知道我该偏向谁。飞腾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你告诉我该怎么选择。我真的好难。飞腾，如果你在天有灵，帮帮我！启禀圣母，什么事？白云观张灯结彩，探子来报，说是方宝玉今晚要和王颠的女儿完婚。知道了。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不会让他们得逞。我敬你一杯。希望你明天打败蓬莱人，也恭喜你和奔月姑娘终成眷属。好，来，为了明天的成功，我可跟外面的武林同道说，今儿晚上的新娘子是珠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那可要罚你喝3杯酒啊！这可不行啊！不行！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嚷着要进来敬酒，都被我给挡回去了。那些道士我都没让他们进来。结果弄得那些武林群雄啊，抓住我不放，非要拼着命的给我灌酒。来，喝一杯。来啊！来。奔月交给你了，我也算了了一桩心愿。能和奔月在一起，那是我的福气。侯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他。我知道你一定会。
明天是中原武林扬眉吐气的日子，来，干杯！啊，来，喝酒，干！来，满上。宝玉呀，你千万可要少喝呀！啊，对。金大侠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多喝的。宝玉，你必须知道，你一定要将戒日神功融入到君子剑法，才有机会击败那大藏。这一点，你还是不太熟练。金兄说的对啊，其实你的临战经验不一定比那个蓬莱人多。如果你想赢他，一定要用内力去压住他，这样才会有机会。我知道。宝玉啊，这把剑借你明天杀敌。金大侠，这可是您的心爱之物啊！金兄说的对，你有了这把剑的话，一定会无往而不利。留在我身边，我早晚拿它换酒啊！我现在就去练剑。哎，这是你的新婚之夜，我看就算了吧。是啊，怎么着也得先见见新娘子再说嘛。来，好，看，侯爷，你看，就是这里。金兄，带我来这里有什么用意？侯爷啊，你还记得几天前白云观警钟大作的事情吗？我记得，当时我在大殿之上，我还知道当时白云观被那个土龙子袭击。不过幸好武当弟子训练有素，尽管不是在武当山，但在非常之时他们很机警，所以就发现了。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呐。你看看这里。这里，这切口很平整。侯爷，如果我用开山斧之类的兵器砍断这么粗的木头，这刀口一定是倾斜的很厉害呀。可是你看，这么齐的切口，一定是用非常薄的兵刃，比如像是长剑一类的兵器啊。没错，如果是用长剑的话，那此人的武功可以说是深不可测。一定要做到人剑合一，才能有这个效果。不过，这和警钟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呀，当时我就在现场，眼看着这节断木飞了出去，撞向远处的大钟啊！到底是什么人做的？我当时只是看见一个灰影冲下山去，我去追，可惜没追上啊。一定是高人之中的高人。可是，不知道是敌是友啊。不是敌人，如果是敌人的话，他根本不会发出信号，让土龙子被抓住。这如果是朋友，那他就应该现身呐。这如果是敌人，以他的功力，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杀害晴空大师的凶手。啊！无论如何，要加倍小心，千万不能让宝玉出事。哎呦！我说你看清点路再走，你这眼还不如我的眼好使呢，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。嘘，你小声点，别惊动了屋里的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你说啊，老爷也真是的，咱们小姐就这么给嫁出去了。蓬莱人配不上小姐，那方宝玉又算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怎么说也比蓬莱人强，他可是冲着武林盟主的位子来的，还要抢咱们的赤霄宝剑呢。那这婚事也太仓促了。哎呀，你懂个屁！这是给外人看的，让那个蓬莱人死了心，明天不战自败。
那这戏也不用演这么逼真，五行魔教还在山底下呢，演给谁看呀？这可说不好，搞不好他们现在就躲在什么地方偷看呢。走走。真不敢相信，这一切是真的。真没想到，这一切来得那么快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我会好好待你，再也不让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宝玉，你答应我，不论明天结果怎么样，你都要回来，都要回到我的身边来。我答应你，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以后再也不要做伤害自己的傻事了。你放心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再也不会做那样的傻事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金大侠把他的玄铁重剑借给了我，他说，只要将内功注入到君子剑法，就有十足的把握打赢这一仗。刚刚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灌醉呢。我当然知道什么是轻重啊。你先好好歇歇，我去练会剑。你去吧，我等你回来。可是，我真的舍不得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。我又跑不了，放心去吧。你回来了。来，祝你明天马到成功。喝了这一杯，明天的比武一定会成功的。
其实，知不知道这次比武，是我人生中最没有把握的一次。我知道你担心珠儿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就算我们不行，圣母也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这一次，他帮不上我。我认识的大藏，不是这样的。那应该是怎么样？是一个顶天立地、天不怕地不怕的好男儿。对手越强，他的取胜欲望也就越强，决定一战的意志也就越强。是啊，你以前自信的让人害怕，比武杀敌都不会犹豫，就好像不会死似的。师父在比武之前叮嘱我，让我一定到中原找齐9大名剑，完成他一生的愿望。我来到中原的时候，心无杂念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心想着帮师父找剑，所以每次出手的时候，都是带着同归于尽的想法，不像现在。现在你担心珠儿，担心她有什么不测，更不希望自己也死去，是吗？不是，我死了无所谓，但没人照顾珠儿。怎么，男人们喝酒也这么沉闷吗？圣母，明天的比武，我们有90%的把握取胜。你想做什么手脚？你呀，别人给你设了圈套，你还傻乎乎的往下跳。我不明白。你当然不明白了。你们仔细想想看，为什么王颠会当着天下豪杰的面，将珠儿许配给方宝玉？你们注意到方宝玉当时震惊的表情了吗？你是说方宝玉当时也不知情？王颠这么做只是想刺激一下大藏。如果大藏知道珠儿要跟方宝玉结婚，还会有心思去打这一仗吗？还有，山上的老家伙整天拼命磨练方宝玉的武功，这样一来，大藏取胜的机会不就等于0了吗？既然这样，就不比了。武林正派居然用这样的手段。听说当初在白云观和赤松道长一战，因为他心绪烦乱，才输给了我。现在轮到我，也算公平，只是没想到在同一个地方。大藏，你这是在想什么？对方设下陷阱，你不但没有准备，也没有对策，就掉进去，这叫做愚蠢。多晨，你先不用着急，这件事可能已经解决了。什么意思？论武功，你不是最强的，可是论计谋，这山上山下的，还真找不出来谁是你的对手。在下跟圣母比起来，还差得远呢。木老，你快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先别急，慢慢听圣母讲。白云观今天晚上要为珠儿和方宝玉举行婚礼了。大藏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刚从白云观来。珠儿今天晚上是什么样子，她明天早晨还依然是什么样子。没有人敢动她，也没有人会去动她。我不明白，你一向不喜欢珠儿，为什么要保护她？因为我保护了珠儿，就等于保护了你。你明天如果有什么闪失，我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。他们宣布婚礼，就是为了打乱你的心智。我已经用计策将方宝玉的心智打乱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取胜出战的意志也没了。你是说现在他方寸大乱？因为珠儿依然是原来的珠儿。怎么证明？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总之，我们明天一定有取胜的把握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请说。明天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取方宝玉的性命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必须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
托琛、木狼，你们两个明天上山只有一件事，给我设法把珠儿救出来。 你的爱永远是心中的秘密，肯定你，我永不后悔。为了你，我忘掉所有恨与泪，哪怕有家不归。和你走再长的路也无所谓，只要让你为我把长剑收回。你的泪不为红颜又为谁？你的泪又为谁？孤独的人有我在红尘中陪你醉，不放弃，爱你到天涯都无悔。花开花落不变的事情，无怨无悔，你是我猜不出的。